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出来的第4季第15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一个神奇盒子的故事。因为做实验，教授又把公司炸了。弗莱、莉拉临危不乱，依旧正正经经的谈论着恋爱状态。我们很久都没有去约会了。那个我有难言之隐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好吧，其实我是得了脚气。好在公司没他之前，爆破威力便消失了。接着，教授召开集体会议。各位，好消息，我没有被炸死，但我要你们把这个差点炸死我的实验设备扔进太阳里焚烧，因为只有太阳的威力才足以使其彻底毁灭。约翰非常好奇，它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住手！这不是能随便打开的。总之，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它是个啥，所以不管好奇心有多重，谁都不能打开它。所谓越是神秘，越是好奇，众人开始纷纷猜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。约翰终于控制不住，想要冲过去打开它，结果被赫米斯武力拦截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赫米斯将此重大看守任务交予公司里最能打的莉拉。班德、弗莱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，越是看得紧，越是要去一探究竟。两人从超高温蒸汽款爬摸到看守室，在班德专业技法下，他们成功偷走了盒子。结果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只不过有一串彩灯和一瓶没标签的酒。殊不知，这是莉拉的障眼法。毕竟莉拉可是专业走标20年，熬过首次夜班后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他不禁抱怨起来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盒子，我连昨晚的肥皂剧都没追。然而，我居然连看他一眼都不行。算了，熬了一个晚上，还是先来杯咖啡提提神。但在投币的瞬间，他的毅力还是瓦塌了。好吧，正面就看，反面就守。看来天意如此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尽管他还是犹豫了一下，但想到这是天意指示，还是打开了它。它居然如此之深，已经超出了正常盒子的深度。就在莉拉埋头探望之际，却不慎被盒子吸了进去，接着又被弹了出来。众人纷纷走了进来，而莉拉忙于掩饰，没有偷看盒子，竟然没发现大家的异常。弗莱染黑发，班德变镀金，教授穿粉托，直到那个和他长相一样却有着一头红发的莉拉走进来时，他才意识到这不是他所在的那个世界。面对2个莉拉，大伙一致认同紫发为假，红发为真。他们准备将紫发莉拉抓起来，就在这时，粉红教授制止了他们。人老了，记忆力还真是不行了。我忘记告诉大家，盒子里有个平行宇宙。当平行宇宙被创造出来时，两边宇宙相同的2个人相遇后，会组成邪恶双胞胎。莉拉反驳：我不是坏人，我很真诚，我的蚂蚁信用分可有700分。众人对此深表质疑。为了能得到更多有效信息，教授派红色莉拉去紫发莉拉的宇宙里打探。我倒要看看那些家伙有多邪恶。耗时不过5秒，盒子里蹭蹭蹦出弗莱等人，除了赫米斯。就这样，大伙一同来到了这个平行世界。届时，两教授争吵了起来。我创造的平行空间造就了你，闭嘴，你才是我的投影。于是双方大打出手。这样打下去毫无意义。于是，在两教授的主持下，召开了首次双领导会议。教授先开口：简单来说，我碰巧创造了装着你们宇宙的盒子。粉红教授接着说：同样，我也在失误中创造了装着你们的盒子。莉拉表示，这样开会实在太乱了，要不就把我们这边称作宇宙 A， 把你们这边称作宇宙 B 吧。没想到，这却引起了大伙的不满。凭什么你们是 A， 为什么我们不能是 A？ 弗莱表示说：先说先得。于是双方开启口水大战。连教授也表示：谁让我们这边的莉拉先开的盒子呢？红发莉拉解释：我也抛了硬币，但由于是反面，所以我没打开盒子。于是眼下局面全部甩锅于那个硬币。教授表示：你们这里的风土人情还真是让我感到恶心，所以我决定要回到我们那边去了。我们穿越的盒子在哪里？粉红教授却拦住了他。我知道你就是想回去毁掉那个装着我们宇宙的盒子。教授回答：我没你那么狭隘，你才是那么想的。废话不多说，反正我会把那个盒子藏起来，你们永远也找不到，除非我确信你们不邪恶。于是两教授对各自的队员发出警告：看好你们的平行体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平行体莉拉和弗莱已经结婚了。班德和平行体走到大街上，班德问道：去不去看脱衣舞？平行体露出诡笑：就等你说了。一阵简单的沟通后，他们握手言和。艾米和平行体也为各自涂了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争吵不休。莉拉、弗莱同平行体一起来到了餐厅用餐，他们即刻开启了采访模式。话说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？于是平行体们分享起了他们的恋爱琐事。其实他们恋爱过程和莉拉、弗莱的日常差不多，但平行体莉拉表示，他们这段婚姻的关键还是在于一枚硬币。我扔出了那枚硬币正面向上，所以我便和平行体弗莱去了约会。弗莱立马反应了过来：那么你就是丢出了反面对吧？怪不得你说你要去见鬼。
平行体莉拉告诉莉拉，你没去这场约会真是太可惜了，因为那次约会，平行体弗莱送了平行体莉拉一条钻石发带，之后两人就结婚了。而弗莱则在钻石演唱会上被一个叫发带的人打了。不仅如此，硬币还决定了教授的开颅实验，结果平行体教授的硬币正面向上，于是他的脑袋上有一个疤。约翰也和平行体交流起了工作生活的经历，两人也找到了共同点，他们老是被同事嘲笑，越聊越气愤。而就在抱怨间，平行体约翰说：“我看到教授把盒子藏哪儿了。”与此同时，两教授终于达成共识，他们召开了第二次双领导会议。经过我俩慎重研究，大家都不是邪恶的人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就在这时，平行体赫米斯走了进来。话说，你们不是毁盒子去了吗？怎么还没动手？莉拉问道。你难道不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奇怪吗？不，现在我只想到了我奶奶说的那一句话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哎。最后还是得我亲自去把盒子毁了。两教授突然发现情况不妙，如果这里的赫米斯想要毁掉盒子，那么那边的赫米斯 ，Oh my god！ 眼下要想活命，大伙就必须马上回去制止他。但当平行体教授去拿自己藏好的盒子时，发现盒子居然不见了，原来是平行体约翰将它拿走。此时约翰还对其进行膜拜。与此同时，赫米斯带着盒子已经来到了太阳的边缘。平行体约翰告诉大家，我已经感应到他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哦，这下是真的GG了。此刻，平行体教授表示，也不是完全失去了生机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盒子来装原来的世界。说干就干，不一会儿，他们造了很多盒子出来，但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众人想要的盒子，大家都焦头烂额。唯独班德和平行体表示没什么可怕的，因为他们在临死时找到了那个真正了解彼此的人，死而无憾了。这时，约翰和平行体抱着盒子出现，大家立即围堵二人。慌忙之中，约翰误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随后，平行体约翰也紧跟而上，而最糟的是，所有盒子倒成一片，众人根本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进了哪个盒子。但大眼瞪小眼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于是平行体教授提议，我们分别去各个宇宙找他们。为了防止大家走丢，每个人绑一根绳子，方便认路。大家立即行动，所以一场猜猜我在哪个盒子里的捉迷藏开始了。他们分别经历了无眼宇宙、大头宇宙以及机器人宇宙后，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教授在一个黑道宇宙里发现了约翰二人，并夺回了盒子。于是所有人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并成功赶在赫米斯按下销毁按钮之前阻止了他。事情圆满解决，也该分别了。平行体们纷纷回到自己的世界。这时，弗莱又邀请莉拉约会。莉拉表示：“我觉得我应该先抛个币。”弗莱焦急地问道：“正还是反？就当它是正面吧。”同时，教授利用时空外翻，把盒子与平行体的盒子交换。简单来说，现在他们各自的手里都分别拿着自己的宇宙。随即，班德抱着盒子摇了摇，整个公司都开始晃动起来。教授解释说，一切存在和即将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个盒子里，所以大家必须像珍惜生命一样去珍惜它。因为莉拉一次习惯性的抛币，星际快递的人们遇见了另一个自己，彼此相同却又不同。平行体莉拉因为抛出了硬币的正面，所以与弗莱有了不同于莉拉的未来。硬币为莉拉决定了他对弗莱的态度，而红发莉拉不过是莉拉当初没做的选择。显而易见，看见红发莉拉的那一刻，莉拉就已经后悔了。对于未知的将来，它既让人期待，又让人恐惧，所以人们下意识的希望别人能为自己选好 A、B、C、D。面对那些未知的后果，他们更愿意用天意来承担一切。毕竟无人知晓另一种选择的目的。惧怕选择，在我看来，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选择强迫症，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是贪心在作祟。偏偏选择的特性却是未知与单次，所以往往没做的那个抉择，在后来或许会成为遗憾。而我们终须明白，人生路上谁也帮谁选不了下一个岔路口，哪条路会更好走。但正因为前路漫漫无可预计，这一路才会充满惊喜与期待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